这才是在东南亚雨林与暴雨情况下最爽的一次。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阿肯意识到他今天可能没法走出。此时空气中的湿度很高，他必须要在天黑前搭建出庇护所，躲避暴雨。他从雨林找来了2根巨龙竹，然后将其切割。这东西在这里很常见，而且韧性很强，这是阿肯搭建庇护所的主要材料。之后，他在地上挖出坑，将巨龙竹放了进去。他要将庇护所搭建在4根柱子上，庇护所离开地面，他就不用担心降雨量过大而引发的泥石流了。转眼间，大雨倾盆而下，阿肯也开始加快了进速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大雨，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听一听，或者留下你手机的电量。据说刷到野外建造时，手机的电量会很细。阿肯猜测是对的，现在的雨量很大，地面上已经开始积水，而他让庇护所高于地面，就有些阻止身体的水浸。不过为了让薄膜承受在身体的重量，他又对框架进行多层的拆。他对地基框架2侧都进行了双重多层的加固之后，就走向南面，开始收集更多的竹子。这场雨让旁边清澈的小溪开始翻涌，不过现在森林中凉快了很多，空气稀散。阿肯感觉这场雨不会持续太久，不过更大的暴雨可能会在夜晚时。他现在要趁着雨小，尽快的将庇护所的主体结构搭建出来。雨林中生长出来的龙竹韧性很强，阿肯将竹子劈成细长的竹条，然后将其中的一头固定在庇护所一侧的框架，另一头则抵在对面，弯出一道拱形。之后，他在后面也做出来相对矮一些的拱形竹条，再将2根竹条绑定在一起，这就是他庇护所的主体框架。东南亚雨林有着非常阴冷的天气，雨可能随时会来。阿肯开始对庇护所框架进行多层次的加固，这些具有韧性的竹条被拼接在一起之后，就会变得异常坚固。接下来，他要为庇护所制作防雨措施。他的庇护所主要就是由竹子和薄膜组成，但这间庇护所竟然在夜里的时候帮他硬抗了一场巨大的暴雨。接下来就是庇护所最关键的操作，他要把屋顶做成推拉式，这样不仅能方便透气，最关键的是当暴雨降临时，他可以随时封闭庇护所，保证自己躲在里面不被雨淋。推拉装置和框架制作完成后，他用塑料薄膜对其进行了缠绕，而为了能抵挡住更大的暴雨，他还特意缠绕了2层。天色变暗，空气中的湿度很大，看来这场断断续续的暴雨会持续很久。阿肯为了增加活动空间面积，他在庇护所入口的位置打造了一个下滑式的高台。经过半天的忙碌，庇护所已成型。无论是将屋顶掀开或关闭，它都拥有了一处能避雨的空间。下面的台阶也为它提供了一处干净不腻还不踩踏的平台。夜晚降临，暴雨倾盆而下，看情况这场雨可能会持续到明天。现在的雨量太大了，阿肯关上了他推拉的屋顶。虽然外面的雨林雷雨交加，但他亲手搭建的庇护所没有漏雨的地方，躺在里面，阿肯感觉到很舒适。听着外面雨滴砸在薄膜上的声音，阿肯